大家好，在台湾，胃癌一直是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高发癌症。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觉得癌症是突然降临的，昨天还能吃能走，今天就被诊断为晚期胃癌。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健康真相：胃癌从来不是无声无息找上门的，更不会毫无预兆的突然恶化。我们的胃是一个非常灵敏的预警器官，在发生病变的早期，它会持续不断地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而这些信号最容易在我们每天吃完饭之后显现出来。大家可能会觉得疑惑，吃饭是为身体补充营养的过程，为什么反而会成为发现胃部问题的关键时机呢？这正是胃癌最隐蔽也最狡猾的地方。当我们进食后，胃部进入全力工作的状态，早期癌细胞引发的微小异常就会被清晰地放大出来。今天我会详细为大家讲解饭后出现的3种胃癌高危警示信号，教大家准确分辨普通胃病和癌变信号。掌握这些知识，就是给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上了一道最可靠的保险。在开始今天的正式内容前，如果你关心自己和家人的肠胃健康，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每一期实用的健康知识。如果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请在评论区输入肠胃健康，这是对自己最好的祝福，也是我们持续创作的动力。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肠胃养护经验和遇到的问题。在了解具体的警示信号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为什么胃癌的早期信号总是在饭后表现得格外明显。这主要有2个核心原因。第一，饭后是胃部工作的高峰期，空腹状态下，胃部处于休息放松的状态，内部没有食物负担，可一旦开始进食，胃部就会像一个高速运转的加工厂，快速蠕动研磨食物，同时分泌大量胃酸来消化分解食物。如果胃内存在早期病灶或者微小肿瘤，在胃部肌肉的反复挤压和高浓度胃酸的持续刺激下，这个病变位置就会产生疼痛、出血等不适症状。这就像我们皮肤上有一个小伤口，平时不去触碰不会有明显感觉，可一旦受到摩擦按压，疼痛感就会立刻加剧。第二，食物会产生物理阻碍作用。早期胃癌的肿瘤体积虽然不大，但它属于异常的异物组织，会影响食物的正常消化和排空，进而导致胃胀、早饱等不适。如果肿瘤生长在胃的入口、贲门或者出口幽门这些关键位置，这种堵塞梗阻的感觉会更加明显。所以很多胃部异常的症状，只有在进食之后才会被诱发和放大。饭后的这段时间是我们观察胃部健康、捕捉癌症早期信号的黄金时段，一定要多加留意。接下来就是今天内容的核心重点。如果你的身体在饭后反复出现以下3种情况，只要出现其中一种，并且持续超过1个月没有好转，一定要立刻放下所有的侥幸心理，尽快到医院的消化内科做一次专业的胃镜检查，不要拖延，更不要自行吃药缓解。第一种危险信号是上腹部持续性闷灼痛，如同有一块烙铁挥之不去。胃痛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症状，吃坏东西、消化不良、情绪波动都可能引发胃部疼痛。但胃癌引起的饭后腹痛和普通胃痛有着本质的区别，它通常不是剧烈的绞痛，也不是空腹时的空腹痛，而是集中在心口下方、肚脐以上的上腹部，出现一种持续的沉闷的、带有灼热感的隐痛，就像一块温热的烙铁一直放在腹部，虽然不会让人剧痛难忍，但始终隐隐作痛，让人坐立难安。整个上腹部还会有明显的沉重坠胀感。这种疼痛还有一个关键特征，就是疼痛规律发生改变。原本饿的时候胃痛，吃点东西就能缓解，这是典型的胃溃疡症状。但随着病变发展，这个规律会完全消失，
变成饭后疼痛反而加重。而且以前吃了有效的胃药，现在效果越来越差，甚至完全不起作用。这是因为早期胃癌的病灶表面会像火山口一样形成溃疡面，食物和胃酸接触到这个溃疡面时，就会持续产生疼痛信号。随着肿瘤对胃壁的侵犯越来越深，甚至触及周围的神经，这种疼痛会变得更加顽固持久。饭后的胃部蠕动和胃酸分泌会进一步加剧对病灶的刺激，让疼痛更加明显。我们该如何区分普通胃痛和癌变疼痛呢？最关键的区别就是持续性和无缓解性。普通的消化不良或者胃炎引发的疼痛，通常是一阵一阵的，吃点胃药，休息一下，排便之后就会明显好转。而胃癌引起的疼痛会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即便吃药暂时缓解，药效过后，不适感会立刻卷土重来。有研究数据显示，超过 80% 的胃癌患者在确诊前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上腹部不适或疼痛症状。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牢记，任何没有明确原因持续出现的饭后上腹部闷灼痛，尤其是疼痛规律改变，吃药也没有效果时，这绝对是胃部发出的紧急警钟，绝不能简单当作老胃病发作而掉以轻心。第二种危险信号是异常早饱，吃几口就堵得慌，像胃里有一堵墙。这个信号非常隐蔽，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尤其是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还会误以为是胃口变小，有助于减肥。这种情况就是早饱感，明明只吃了平时饭量的1/3甚至更少，就突然感觉胃部堵塞发胀，再也吃不下东西。这种感觉不是吃撑后的满足感，而是一种被迫停止进食的堵塞感，好像胃的容量突然变小，或者胃里提前有一堵墙，食物一进去就被挡住，无法正常推进。这种异常早饱的信号常常伴随嗳气、打嗝、上腹部饱胀，而且这种饱胀感在饭后会持续很长时间，无法自行缓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肿瘤在胃内占据了一定的空间，让胃部的实际可用容量变小，自然装不下太多食物。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癌细胞会侵犯胃壁的肌肉层，导致胃壁变得僵硬，失去原本的弹性。健康的胃就像一个气球，可以自由伸缩扩张，而被肿瘤侵犯的胃就像一个硬邦邦的皮球，无法有效扩张。因此，哪怕只有少量食物进入，也会让胃部压力迅速升高，通过神经反射给大脑传递已经吃饱的错误信号。我们该如何区分普通食欲不振和癌变早饱呢？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早饱感会渐进性加重，并且常常伴随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普通的消化功能减弱或者情绪不佳导致的胃口不好。症状时好时坏，而胃癌引起的早饱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从一开始的饭量比以前少，到后来吃几口就饱，最后甚至看到食物就没有胃口。如果在没有刻意减肥的情况下，饭量越来越小，同时体重在几个月内下降超过 5%， 比如一个60公斤的人无故减重3公斤以上，这就属于非常危险的信号。有统计显示，大约 50% 的胃癌患者在确诊前半年内都出现过明显的早饱和食欲减退症状。所以对于任何新出现的持续的早饱现象，尤其是和体重下降同时发生时，千万不要暗自高兴受了，这是胃部在用牺牲容量的方式向我们发出最紧急的求救信号。第3种危险信号是顽固性烧心和黑便，这是胃酸逆流伴随的高危警报。烧心也就是胃食管反流，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但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也是胃癌早期的隐秘信号，尤其是当它和黑便这个更危险的信号同时出现时，风险会大幅上升。胃癌引起的烧心有2个显著特点，第一是顽固性，
以前只是偶尔在吃得太油腻、太饱时出现，现在却变得非常频繁，甚至每天都会发作，而且服用各种胃药、制酸剂，效果都大不如前。第二是可能伴随吞咽困难或胸骨后疼痛，尤其当肿瘤长在胃的上部贲门位置时，会影响食道和胃的连接部位，让我们吞咽食物时感觉卡顿不畅，或者胸口出现灼热刺痛感。而比烧心更需要警惕的是大便颜色变黑，如果排除了吃猪血、鸭血或者某些含铁药物的因素，发现自己的大便像沥青一样又黑又亮，这在医学上被称为柏油样便，是上消化道出血的典型标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烧心加重是因为肿瘤破坏了胃贲门括约肌的正常功能，导致胃酸更容易逆流回食道，而黑便的出现是更直接的危险信号。癌组织的表面非常脆弱，布满异常的血管在食物的摩擦和胃酸的侵蚀下很容易破裂出血，这些血液在肠道内经过硫化物的化学反应会变成黑色，最终随粪便排出体外。我们该如何区分普通胃酸倒流和癌变信号呢？区分的关键在于新发性、顽固性和伴随症状。如果以前很少有胃酸倒流的问题，最近突然频繁发作，而且常规治疗没有效果，就要高度警惕。而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柏油样黑便，无论有没有腹痛、烧心，都属于一级警报。这意味着消化道正在持续少量出血，必须立刻就医检查。刻不容缓。有数据显示，将近 20% 的胃癌患者是以消化道出血，包括呕血或黑便作为首发症状就诊的。这个比例非常高，足以引起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视。除了上述3种最典型、最常见的饭后不适，胃癌在发展过程中还会通过其他一些细微的信号表现出来。第一种是不明原因的贫血和疲劳，这通常和消化道慢性失血有关，血液长期少量流失会导致身体造血所需的铁元素丢失，进而引发缺铁性贫血。如果最近总是感觉脸色苍白、嘴唇发白、头晕眼花、浑身没有力气，血常规检查发现血红素偏低，也要警惕是胃部出现了问题。第二种是恶心与呕吐，如果肿瘤生长在胃的出口幽门处，容易造成幽门梗阻，食物吃下去却无法正常排空，全部堆积在胃里，会导致饭后腹胀加重，频繁出现恶心、呕吐，呕吐物大多是隔夜的素食，带有明显的酸腐臭味。了解了胃癌的早期信号，我们更要明白，胃癌的发生不是偶然的。除了及时捕捉身体的求救信号，我们更要在日常生活中主动规避风险，保护胃部健康。在这里，我给大家提几点最实用、最落地的建议。第一，根除幽门螺杆菌，它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也是导致胃癌最明确的风险因素之一。建议40岁以上的朋友都要做一次碳13或碳14呼气实验，检查是否存在感染，如果结果呈阳性，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规范的4联疗法根除治疗，不要拖延。第二，远离饭桌上的致癌食物，长期爱吃腌制酱菜、咸鱼、腊肉等高盐腌制食品，经常吃烧烤、烟熏、油炸类食物，这些食物在制作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亚硝酸盐等致癌物，我们要尽量减少摄入，回归清淡新鲜的饮食。第三，多吃护胃防癌的食物，增加新鲜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尤其是大蒜、洋葱、花椰菜、番茄等，这些食物被研究证实具有一定的抗癌活性，可以适量多吃。第四，告别伤胃的坏习惯，戒烟限酒，烟草和酒精都会直接损伤胃黏膜，是胃癌的重要诱因。此外，还要避免暴饮暴食，3餐不规律，保持稳定的饮食习惯。第五，定期体检，重视胃镜检查。对于45岁以上有长期吸烟饮酒史，
胃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或者有慢性胃炎。胃溃疡病史的高危人群，强烈建议每1到2年做一次胃镜检查。胃镜是目前发现早期胃癌最准确、最有效的手段，没有之一。不要因为害怕轻微的不舒服就拒绝检查。现在的无痛胃镜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检查过程轻松无痛苦。发现一个早期胃癌，治愈率可以超过 90%， 而如果等到晚期才发现，治疗效果往往微乎其微，甚至回天乏术。好了，朋友们，关于胃癌的饭后警示信号，今天我们聊得非常详细全面。最后我们再梳理一下最重要的核心内容。首先，我们必须牢记，胃癌不是突然发生的，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在饭后会通过一些看似微小的症状向我们发出预警。其次，请大家务必警惕3大红色警报：反复发作的上腹部闷灼痛，持续加重的早饱感与体重下降，以及顽固性烧心伴随柏油样黑便。了解这些症状不是为了让大家终日惶恐，自己吓自己，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更加科学、理性地关爱自己的身体。身体出现的任何一个异常信号，都不是为了让我们害怕，而是提醒我们该去关注它、检查它。很多健康悲剧的发生，往往不是因为疾病本身有多可怕，而是因为我们的拖延和侥幸，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希望大家不仅要关注自己的3餐后身体反应，也要多关心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如果他们出现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情况，请放下顾虑，互相提醒，互相鼓励，及时去医院做一次专业的检查。请记住，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永远是对抗癌症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您的健康就牢牢掌握在您自己手中。我们下个影片见。